現代嘅運動訓練越嚟越講求科學化、數據化，單車都唔例外。諗返起初初玩單車嘅時候，車頭裝一個跳字式嘅速度計，已經覺得好先進㗎啦。自從嗰啲內置 GPS， 事後仲可以將訓練數據輸出到電腦嘅碼錶面世之後，單車運動數據化就越嚟越普及啦。除咗速度、心率數據之外，單車訓練中最重要嘅部件可以話係功率計。功率計款式眾多，今次嘅片段就大概介紹一下各式嘅功率計咯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影片，記得訂閱、like 同埋 share 啊！抓盤式功率計，抓盤式功率計可以話係最早喺市場上面出現㗎，亦係我最常用嘅功率計。好處係穩定性高，而且都比較耐用。一般嚟講，可以自由更換齒片，方便訓練。但係缺點，由於唔係左右腳獨立測量㗎，所以提供嘅數據相對就比較少。然而，如果你有幾架車嘅話，亦都比較難替換㗎，或者你需要每架車就買一個功率計啦。齒片式功率計，齒片式功率計就比較冷門，印象中得一個品牌有推出過嘅啫。運作方式同抓盤式功率計係差唔多㗎，但係缺點就係唔可以自由更換齒片，而且兼容上嘅曲柄亦都唔算多，路上就比較少見啦。曲柄式功率計，曲柄式功率計就係將功率感應器裝喺曲柄或者曲柄嘅軸心上邊。早期只可以安裝喺金屬曲柄，而家都支持碳嘅曲柄啦。優點係單計感應器本身嘅重量應該係最輕嘅。如果買雙邊功率嘅款式，就可以提供大量左右腳嘅獨立功率同埋效率等嘅數據，對於專業訓練係有好大嘅幫助㗎。而且由於生產成本比較低，一啲國內嘅品牌千幾蚊已經可以買到雙邊嘅款式㗎啦，甚至可以用你嘅舊曲柄加裝感應器上去，真係可以做到人人有功練㗎。但係缺點同樣係比較難喺幾架車之間替換，而且穩定性我覺得就唔及抓盤式啦。腳踏式功率計，腳踏式功率計就係喺腳踏上面加裝感應器。同樣地，如果你買雙邊嘅型號，就可以得到左右腳嘅獨立數據，而且佢喺你鞋底下邊直接記錄數據㗎，感覺上就直接啲。另外，由於裝拆方便，喺幾架車之間替換亦都比較容易。但係缺點就係腳踏損耗比較大，就算你唔會用腳踏嚟泊車，但係一個唔覺意炒咗車，腳踏好多時都會損壞㗎，損失風險就比較大啦。花鼓式功率計，花鼓式功率計歷史比較悠久，但係近年都比較少見啦。優點係穩定性高，而且喺幾台車之間替換後轆都比較方便。但係缺點就係或多或少都會被鏈條上邊嘅動力損耗影響咗數據，而且車轆編織好之後，想再換其他輪框就要成個拆咗重編，比較麻煩。仲有啲乜嘢？印象中比較特別嘅就係呢個叫 PowerPod 嘅功率計，而家已經推出到第5代啦。佢只需要簡單咁安裝喺車頭，用車速、風速同埋其他環境嘅數據去測量你雙腳嘅功率。睇過外國網站嘅測試，話佢嘅準確度都唔比之前所講嘅功率計差。但係我對佢嘅了解就唔多，有興趣嘅車友就自己去調查一下啦。
好啦，今集就講到呢度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影片，記得訂閱、like 同埋 share 啊！拜拜。